前不久，在联合国安理会生物安全问题会议上，俄方公布了美国在乌克兰乃至全球从事生物军事活动的相关文件，指责美方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。面对俄方指责，美方不仅一直未予正面回应，还在其发布的2022军控遵约报告中，对中俄等国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提出质疑。谭克飞在记者会上就正告美方，生化危机制造者必须澄清其生物军事活动。生物军事活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，事关各国安全利益。作为曾经的生物武器的受害国，中方郑重要求美方以负责任的态度，认真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和质疑，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具体的澄清，并接受多边核查。中方认为，在此重大安全问题上，美方有必要讲清楚。美日还频频炒作所谓的中国太空威胁。美国防情报局近日发表报告，误称中国军队拥有和运营世界上约1半的侦察卫星，可对美国及其盟友进行监控、跟踪和定位。日本自民党太空发展委员会也借机渲染，为应对所谓中国太空威胁，日自卫队应增设太空作战总队，增加太空相关防卫预算。谭克飞指出，美国近年来以冷战思维持续推进太空军事化进程，公然将太空界定为作战疆域。日方也在加速太空军事建设进程，相关举动导致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上升，对全球战略稳定产生负面影响。有关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。美日方面罔顾事实，捏造渲染所谓中国太空威胁，其目的是为自身扩充太空军备谋求优势地位制造借口，中方坚决反对这一做法。中方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太空，积极倡导防止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，积极推动太空国际合作。而澳大利亚方面有部分官员声称，中国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对澳构成威胁，将与美英两国就高超音速与反高超音速电子作战能力开始新的3边合作。鉴于俄中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，将加快启动军备升级计划。谭克飞回应，美英澳3国在核潜艇、高超音速导弹等敏感领域开展军事合作，挑动升级对抗，严重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。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。澳方一些人把他国建设发展视为安全威胁，自己吓唬自己，疑心抹黑他人，不仅对地区安全稳定有害无益，也必将危及自身信誉。